撇着走。哎，这时候多盛点盐。哎，豆腐脑儿，黄豆头天泡好的，半斤，干豆半斤。对，3斤水。好了，半斤豆啊，泡一宿。泡一宿。好，好，激活菠萝，一点油可都不能沾嘛。对，不能有油。这个豆香味真浓啊，真浓。这姜磨好了，开火熬一下，熬开。这姜纯，对，这是最优质的植物蛋白，堪比牛奶。对，这姜香味出来了啊！一直搅着，千万不能叫它脱了啊！第一次开锅啊，这是个假开，一定要叫它真开。2次开锅到3次开锅啊，不透了。把沫子撇撇，咱这边小火这么熬着，把豆腐王啊放在碗里头，专门点豆腐脑的，从超市也好，从市场有卖的啊，一包正好3克，倒到碗里头，这是关键所在，没这个盛不了豆腐脑啊。好，少搁点水，卸一下啊，卸透了。好，行了，好，关键来了啊，垫上毛巾啊，给它撒起来。这是关键啊，这香就你一冲就行，对，你就这样冲就能冲开了。哎，这豆腐脑，嘿，盖盖儿，5到10分钟熄火。这时候咱们打卤，2不耽误，黄花、木耳、香菇，这豆腐脑好吃不好吃就在你这锅煮了啊。对，葱花下锅，炸出香味来，香菇水留着啊。要家里有炖骨头的汤也可以搁点，咱今天没有就不搁了啊。这时候把香菇跟黄花煸一下，给它煸点香味儿，要有控制香味儿。木耳加进去，很简单，又好吃又营养。加点香味儿，香味儿底下就不要，味儿出来了吧？这酱油的香，炝锅的那个香，诱人。一定要烹。好，够了，这卤。盐，卤啊，卤要咸点啊。胡椒粉，来点淀粉，哎，勾点芡，合适。哎，颜色浅点，来点色儿。老抽，倒点色儿，来芡儿。俩鸡蛋，这个鸡蛋得剥啊。水袖，嘿，不能喝了，就等着吃了啊！准备出锅，关火。这时候就叫这鸡蛋慢慢的给它熟了。你看，这成片儿，它不散，你看片儿就出来了。来这么一碗现出锅的油条一吃，出锅了，出锅喽！好，来，师傅。小亮，你看，吃你这碗豆腐脑就当早点了。早点了，先给师傅来吧。来，撇着走。哎，你看，一层一层的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好，切叶一碗。这卤高级啊！这时候多盛点盐。哎，来点鸡蛋。这卤还有鸡蛋，对，成本多高啊！好，还差一东西。哎，呵，这藏着宝贝。对，早上买的油条，烤箱腾一下，得讲究啊。哎，这夜宵吃油条也是别有风味。对，够嫩啊，师傅。这够嫩，对，是吧？这够嫩，你看这个。爱吃辣椒的酱辣椒。对，对，哎，这是比外边卖的料足是吧？这个料足的嫩，对那豆花真的嫩，入口就化了。对，但是你还看起来还挺成型。哎，老手爱大米，这是油条爱豆腐脑儿。哎，油条这么吃。哎，蘸一下，你看，哎呦，一看就是地道啊。嚯哎呦，这吃着舒服啊。跟外边不一样。对，料足，这个看来是好吃吧？好吃。这个豆腐脑我吃出我当年的感觉了，让我这想起了回忆。回忆。嗯。
咱们街道办里呢有一个网友刘四儿，想让您给讲讲啊这个常见的食盐种类和用法。我们在烹饪里边的盐大体上分为两种，一种就是粗盐，大粒盐。现在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吃的细盐。细盐呢里边的内容也挺多，是吧？有的加一些香料，有的呢为了低用盐的一些消费者。可能这盐呢不是很咸。另外呢还有好多，比如玫瑰盐呀，还有好多生吃蘸料的辣椒盐、花椒盐。但是真正我们常用的盐就是大粒盐。大粒盐干什么使？四川腌豆瓣酱、做泡菜都用的很广泛，它用的全是大粒盐。大粒盐里边呢含有硝，这硝呢它是起防腐作用。另外呢我们腌火腿腌什么一些咸肉、腊肉，是吧？都用大粒盐，包括有的地区做黄酱，做酱油，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比如腌的火腿，它能使肉质发红，保存期比较长。有的还得把它搁到房梁底下，在火上进行熏，熏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。作为细盐来说，就是我们家庭炒菜的盐了。有些我们的粉丝网友也看到了，说大爷上次做的肉饼，是不是搁盐搁多了？这个问题我发现了很多次。我刚开始呢，我就放了一定的盐，就按照我估计的，凭经验估计的盐，一点都不咸。我呢就拿这手蘸点水，蘸了一手指的盐搁我嘴里头，不能说一点咸味没有啊，就根本就不咸，就跟我们吃个咸菜似的那么一个咸味儿。所以呢，我在做菜当中就增加了1倍的盐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我们盐业呢，因为它也是一个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经常要大家吃饭呢，可能吃2袋盐。结果这个盐不咸了，我们可能吃3袋，吃4袋，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创造经济效益的一种方式。了解。但是说呢，我们真正要腌菜呀，腌韭菜花啊，腌泡菜呀，腌这个咸菜呀，一定要用大粒盐。另外有些腌泡菜、腌咸菜里边还要加，为什么要加花椒？它也是防腐。有的还要加点白酒，也是防腐。有的还要加点红糖或者冰糖，也是防腐。而且呢，还能滋润我们的口感，是吧？使这个咸呢不是那么愣，是吧？齁咸。加点糖呢会，这个把它综合一点，使这个菜呢腌出来以后，一是不容易坏，另外呢口感会更好。好。另外呢，我们还要提醒我们网友在腌菜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腌咸菜呢不能少于15天，而且在7天到10天之内，它的亚硝酸盐是最重的。有时候容易吃多了还容易中毒。